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耐克的 Book Chapter 2德文布克的第2代签名鞋，外观依旧极具休闲属性。在配置方面，全掌酷虚龙加上前掌的一块扇形 Zoom Air， 单支42.5码的重量，差不多在390克左右。数值表现还不错，但是因为整体的重量分布做得比较一般，球鞋的下半部分重量占比会比较大，所以上脚之后的实际体感重量并不算特别轻质。当然毕竟数值就摆在这儿，不到400克的重量也一定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OK， 那基础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那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好穿，以及它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那就跟着当子的节奏，一起来深度了解一下这一双将休闲和实战融合做得最为出色的篮球鞋 Book Chapter 2。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次的布克2代会比1代要好得多。1代因为它的鞋头比较尖，导致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尺码。选择正常尺码确实能有不错的包裹体验，但是日常穿着会明显感觉到脚趾处的挤压。而选大半码之后，日常穿确实会舒服不少，但是拿来实战又会觉得包裹不够用了，非常尴尬。就因为它包裹方面的问题很难让它做到场内外兼顾。而这一次的2代，它在鞋头处明显做了加宽，正常选择尺码也完全不会有挤压脚趾的感觉。但是这一代的鞋面压得会比较低，如果你选择的是发泡鞋面，可能脚趾的活动空间依旧会有比较大的限制。选择这种网布材质的，你可以按照正常尺码选，但是如果你要选择另外那一种类似于发泡的鞋面，建议还是选大半码，这样能够得到更好一些的包裹体验。我当时开始的时候是买了那一个发泡材质的版本，买的42.5，穿了之后会觉得脚趾部位的挤压感非常的明显，比较难受，所以后来换了这个网面的。同样42.5码的情况下，网面的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而且鞋面也会更加透气，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鞋面也不太容易出现褶皱。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布克2代，我还是会更加推荐大家尽量去优先考虑网面的这一个版本，不管是舒适度透气性还是在穿着之后的整体美观程度，我觉得网面版的都会更好一些。那大家选择网面版本可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鞋面强度是不是会不够用，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就行。虽然这一个网眼鞋面确实非常柔软，但是它两侧的动态鞋带口能够很好的包裹住我们的双脚，拉紧鞋带之后，整一个系带系统都能很好的锁定住我们的双脚。在变向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并且这几对动态鞋带孔还能提供给我们出色的侧向支撑，在网面的下方也有帆布材质的进一步补强，所以球鞋的侧向支撑非常出色，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担心强度不够用的兄弟们放心选择就行。不过在上脚初期，它后跟的鞋面会有那么一点点顶跟腱的情况存在，好在不算特别严重在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得到明显缓解，在实战的过程中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不适感，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布克2代相比1代提升最大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的中底，一上脚你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底的重心变低了，也变得更稳了。大家心心念念的防侧翻脚在2代身上也终于是用了起来，平整且宽大的大底，再加上中底重心的下降以及外侧防侧翻脚的加持，稳定性表现非常出色。穿它打球心里面就非常踏实，在做动作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2代的配置也从原来的后掌气垫换成了前掌，这一个改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后跟的稳定性表现。虽然把气垫换到了前掌，后掌没有了气垫，但是它的缓震表现并没有出现什么断崖式的下降，确实会比上一代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也完全够用。我190斤的体重，即使是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情况下，震脚的感觉也不会特别明显。而且因为这一次布克2代的中底泡棉在调教上真的做得特别棒，虽然只有前掌有气垫但是在上脚后你会觉得整一个中底都特别弹。如果我没有提前了解过它的中底配置的话，我甚至会觉得这一双鞋是一双带了前后分离式气垫的篮球鞋，体验真的特别棒。与此同时，比上一代更为贴地的前掌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场地感表现。而且因为前掌有 Zoom 气垫的加持，所以在我们发力蹬地的时候，它的前掌反馈非常直接，非常干脆，并且它的前掌气垫还能提供给我们一定的力反馈，反应性
特别棒，而且因为前掌也没有任何硬质板材的加持，前掌弯折也特别丝滑，特别轻松。虽然球鞋外侧有一个防侧弯角，但是因为它的防侧弯角位置相对比较靠后，面积也不算特别大，所以对于我们在做切入动作的时候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不管是变向还是做一些交叉步动作，它的中底都能一直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双脚，加上它还算不错的鞋面锁定，鞋脚一体性相比一代提升也非常大。而且同样是因为它的中底泡棉有着比较出色的调教，即使它的后跟没有使用气垫，在后跟触地时，它的后跟触地感受也还是比较不错的。加上它出色的中底过渡，不管是在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的时候，它的中底过渡都特别顺畅，特别丝滑。不过跟科比的篮球鞋一样因为外底的造型比较平整，所以滚动感会稍微有点平庸。但是因为中底过渡足够优秀，所以跑动感受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一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它的中底体验会非常接近于科比4代的感觉。大家也都知道科比4代也是布克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鞋款，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科4的气垫在后掌，而布克2代的气垫在前掌，并且科比4代的中底泡棉也会更加柔软一些。除此之外，它们在中底的体验上真的区别不大。当然，它的中底抗扭也完全没有问题，足以应对高强度的实战。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身姿态都能保持得非常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注重强度的兄弟们也可以放心购买。至于它的外底，整体体验就会相对比较平庸一些。抓地虽然算不上顶级，但是也绝对够用，在干净的场地上能够做到指哪打哪，而且对于灰尘的敏感度也并不是特别高。在有灰尘的场地上，只需要我们时不时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就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外底的纹路深度和粗度也都还比较可观，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也能达到70以上。即使你想穿它去打外场也完全没有问题。布克2代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这一双鞋的整体体验跟科比4代真的非常像，在它身上你能体验到科比4代85%甚至是更多的实战性能，只是相比科比4代，它的中底脚感会更硬一点，也没有科比4代来的那么的轻巧灵活，鞋脚一体性也会比科4稍逊一筹。但是现在布克2代的价格只是科比4代的一半甚至更少，并且它还有着更为出色的穿搭属性。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现如今兼顾日常和实战的篮球鞋当中，在穿着体验方面最好的一双，没有之一。它的竞品可能也只有 SPO 的 Easy One 了吧。如果单论实战，布克2代除了灵活性比不上 Easy One 之外，其他各方面布克2代的体验都会更好，所以该怎么选就看你自己了。那这一双鞋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呢？既然我都说了它的体验跟科4非常像，那它就一定会是一双1到5号位通吃的篮球鞋。不管什么打法，不管打什么位置，选择这双鞋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对于滚动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那就尽量不要考虑它了。可能滚动感不够出色，就是这一双鞋身上唯一的一个短板了。但是说真的，滚动感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你觉得呢？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有空来做 ，Peace。